放风筝是我们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活动了。我们放过的风筝一般长这样、这样或者这样，但是像这样的风筝，你们见过吗？在山东潍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叫做万物皆可上九霄。在这里，大家放的不是风筝，而是人类的想象力。那能来到潍坊国际风筝会的机会实在难得，一年就这么一次，所以这次我们势必要把这满天的魔幻生物都给拍摄和记录下来。但是我想，这地面的视角也太常规、太无聊了，对吧？有没有一种设备是既能一个人轻松记录自己放风筝的过程，又能让我们体验到跟着风筝一起上天的视角？哎，这全景相机不是正好能实现这个想法吗？带着这个大胆的创意，我们找到了影视印测360，和他们一拍即合，打算带上 X3，把它装到风筝之上，和你一起享受这场盛宴。时间倒回到早上6点多，当大家早早的赶到滨海放飞场，我们却发现这边阳光普照，风平浪静。这种天气放在哪里都是好天气，但是在风筝节真的不太行。你会看到各种奇幻的景象，巴特曼光天化日之下妖娆倒地，隔壁的胡萝卜看似也是一个难兄难弟，全场的庞然大物纷纷泄气，一片狼藉。而我们也有幸看到了经络这样的名场面。那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们也就只能傻了眼，乖乖的等风来。而隔壁的乡村大舞台也在这时候响起了嘹亮音乐，各项精彩技艺层出不穷。韩磊老师也闪亮登场，只是少了一曲这个《向天再借500年》。那到了下午，来自渤海的风终于吹到了放飞场，各路神仙风筝终于闪亮登场。而我自己也迫不及待的来到早上那根胡萝卜跟前，跟他来了一些近距离的互动。他不是胡萝卜，哥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秦始皇，秦始皇是吗？对，哦，这么大。我们团队有一个设想，就是让统一6国的秦始皇能在风筝节上飞起来，一展风采。然后你们花了6个月来做，花了6个月的时间，有40-50人的设计团队，40-50个人啊才能做这个，才能做这个。哦，来，就说真的，这些大佬们真的很厉害，能做出这么大一个秦始皇。不过这个表情，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逗的。你看，现在是一个气瘪了的秦始皇，然后感觉他随时都要扣下来。但是今天风不算很大，所以等风大了，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被风吹得气鼓鼓的秦始皇是什么样的。但就当前情况来看，他并不是特别想早起。刚离开秦始皇没有2步，我们就被另一个抽象的巨大黑影给笼罩了。那抬头一看，发现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章鱼。那不得不说，潍坊风筝节真的是巨物爱好者还有克苏鲁爱好者的天堂。但是这还不是最牛的。刚才我们看的风筝属于抽象派的，但像这个风筝，那就是离谱，它就是大，这太大了。这个风筝有100多米长。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风筝，估计也就是这个。然后我以为他们里面是灌了氢气的，然后没有想到他们和我说里面没有任何这种漂浮性的气体，它就是前面口能够进大量的风，等到风力足够大了，它就会飞起来，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环保。那旁边的海鲜区也不甘示弱，你会看到金鱼、螃蟹、魔鬼鱼、七彩章鱼，通通在你的头顶乱飞。原来只要有风，天空也是能变成这个海鲜市场的。那看完这些，我们再来一点硬核的。那比如这个长达150米的复兴号高铁风筝，除了娱乐类的主题，潍坊的风筝老师们一直致力于把我国的大国工程、中国的骄傲作为灵感融入到风筝的制作之中。那比如前几届风筝会中，你能看到空间站对接、模拟宇航员出舱的天宫号风筝，还有甲板、塔台、舰载机一应俱全的山东舰，这也能上天。那由于我们一直以来非常好奇这种风筝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团队的小伙伴提前1个月就来到了潍坊，记录下了复兴号高铁风筝的制作过程。那做风筝简单来说分为5个步骤，就是劈竹、烤型、绑扎、裱糊还有上色。那风筝的骨架一般选用四川或者福建年份长一些的毛竹，那师傅会把它们劈砍成合适的长度，然后放在小火上面炙烤，那高温下使其弯折成我们需要的形状。那这种毛竹韧性大，而且重量很轻，非常适合作为风筝的外骨架。而大型风筝的主杆制作一般会选用强度比较大的碳纤维，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羽毛球拍主杆的这些原材料，得以保证风筝面对强风也不会弯折和损坏。当骨架搭建、绑扎完成之后，师傅们就会使用绢把风筝给裱糊起来，并且完成上色的步骤。
以往人们在地面上只能看到风筝的底部，所以常规的片状风筝只会单面上色。而像复兴号高铁风筝这样工艺星级的立体风筝，就很适合从各个角度来观赏。于是我们就想，是不是可以在车头正中间设置一个机位，这样就可以拍到作为一只风筝升空的第一视角。而车头后面的腰片绵延100余米，是空气动力学下拉动整只风筝升空的关键。于是我们也想在中段的腰片上设置一个机位，来记录这只超长风筝翱翔蓝天的全过程。那虽然我们想拍摄角度很多，但这时候只要借助几台 Insight 360X3 全景相机，就能够记录下不同的视角。所以最终我们用 X3 记录下了风筝制作还有放飞的全过程。讲真的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风筝可以有这么多形态。果然真正的高手都是不屑于把原本能飞的东西放上天，必须是不能飞得上去。那我记得我到潍坊的时候问过风筝老师，潍坊风筝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老师说潍坊风筝的特色，第一是做什么像什么，心生兼备。那第二就是只有你想不到，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潍坊人民放不上天。我想这下我算是真的理解了。可是下一秒这个事情的发展又变得奇怪了起来。我当机了！为什么突然我就被牵到风筝上面了？我怎么感觉不是我在放风筝，是这个风筝在放我？这也太社死了吧！咱就是说，你想想看，潍坊这么大一个地方，我在一个风筝节上面，然后我自己牵着一个风筝，然后这个风筝是我自己。那边大哥说：“你看这小子把自己放上天了。”编导一本正经地告诉我，这是他们苦心设计的影视飓风和影视联名的风筝。整个风筝使用了潍坊风筝经典的串式结构，从侧面来看就是几张单薄的纸片，但在正面来看就可以通过视觉差看到一个拿着360全景相机开着卡丁车的我。这个如果风力强劲一点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风筝动感还是十足的，非常抽象。这整只风筝主要依靠这个印着我们公司 logo 的大领航风筝起飞，我也体验了一下，这真的是我这辈子放过需要最大力量的风筝。曾经我对风筝的美好幻想就是你牵着它，然后像那种那个叫什么甜甜的爱情剧里面那样奔跑。但等到我在潍坊这边放上风筝以后，我才知道你要跑起来时，你最大的速度就是这样。这是在潍坊开着风筝跑的感觉。但是好歹我们影视飓风放上了在潍坊的第一个小风筝。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很费劲啊。总的来说，这一天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。B 站小电视在齐鲁大地腾空而起，雪王直接上天卖艺，哈士奇小分队组队拆天，农产品果蔬区争奇斗艳，康师傅绿茶，加多宝在天上争相抢广告位。以及唯一来自民间的业余风筝团队，据他们所说，他们只在众多专业风筝队的帮助下，短暂的上过天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还是得先上班。那与此同时，我也见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风筝竞技项目，比如说这个打斗风筝赛，谁先把对方击落，谁就胜出。参赛队员通过腿上的搓线板增大摩擦力，从而快速收放线缆来缠绕对方。而他们使用的风筝线上更是沾有玻璃粉还有金刚砂，所以非常的锋利，能够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。那还有这种4线芭蕾风筝，师傅们巧妙地用双手4线操控风筝的运动方向。那整个风筝队一起通力合作，将多支风筝默契编队，就可以完成一幕幕非常精彩的表演。那风筝节实在是精彩，一个一个浪漫而魔幻的创意，给了我们带来了一片倒挂的海洋。如果你有机会，明年我一定会推荐你来到元都，至少我自己很喜欢。即便你是用手机，也能记录出很多满天的惊喜，还有快乐的时刻。那这次我们还随身携带了一台 Insight 360 Flow 手机稳定器，不仅开机迅捷方便，而且还能深度追踪被框选的主体，稳定有效地拍摄到小伙伴们的快乐瞬间。而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Flow 自带的全景照片功能，只要找一个好的合适的地方，低机位架设好手机，你只要按下开机键， Flow 就会自动帮你拍摄一张张照片，并且合成为全景，你的手机也可以成为一台全景相机。
那风筝节的魅力在短短一期视频里面，我觉得真的没法完全的和你描述出来。那最后我们想用画面尽可能带你来看一看这些不一样的风筝。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翱翔蓝天吧。虽然潍坊风筝节上各种各样的风筝百花齐放，但当地的风筝老师们也在坚持传承着中国传统风筝的技艺。我们在风筝节前也曾登门拜访著名风筝非遗传承人张孝东老师，在他的家里面，我们见到了各式各样韵味十足的传统风筝。因为风筝吧，从总的来讲，那是在中国吧，最早的话就达到2400年的历史。但是说潍坊风筝掌握一点就是说，它有歘子风筝，有把式风筝啊，有筒子风筝。有这个圆车，有硬车。黄风筝最好的时间呢，就是春天或秋天。有时候遇到什么那个就是不高兴的事儿，我就把这个不高兴的事儿吧，就写在风筝上，放的最高，我就把线就割断了，用我这个不好的乐器吧，就随风而去吧。但风筝呢，很多就是说来源于生活，只要你细心的去观察或体验，到时候吧。你能做出一只吧很美好的风筝。这一只是我做了一个就是青蛙与螳螂的故事啊，它的名字吧叫对弈，是吧？我到这个池塘边就一只螳螂马树上吧就落到了这个水中的火焰上，但是旁边一个青蛙上去就想着吃这个螳螂，是吧？吃螳螂，但是螳螂吧就追着它双刀，是吧？这个青蛙吓得吧就退回来了。说这样吧，我就产生一种这意念感，我想我要用动态用齿轮、钢杆这块吧，做一只动态风筝。风筝的设计灵感往往来源于创作者的美好回忆，而我们的生活也时刻上演着各种精彩，等待着被记录和发现。这次风筝节的拍摄打破了我对全景相机固有的认知，以往我觉得全景相机只能在极限运动或者特殊视角下才能使用。但这一次我们发现，全景相机适用于每一个热爱分享和记录生活的人。独一无二的先拍摄后取景是全景相机无从替代的体验。在360度全景镜头之下，我们可以不用纠结构图，快速按下开机键，肆意录制，待到拍摄结束之后，再从容的剪辑、调整，再来构图。它像是一个时空的记录机，既是实现创意镜头的好帮手，又能够完整的记录下所有的美好时刻。那目前几乎所有的主流社媒平台都接入了全景视频的功能，也看得出越来越多的人在拥抱全景这种创作方式。我们也许正在见证全景这种更高维度的记录视频规格，正在和当年的无人机一样，引领下一个影像记录方式的潮流。我很欣赏物理层面影视一直以全景影像技术作为基点，产品线不断的拓圈，开发出比如拇指相机 Go、模块相机 RS， 都是极具创意和脑洞的系列产品。精神层面，他们也一直在尝试让影像无远弗届。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携手把全景相机带上天了，那显然它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我先卖个关子。那这背后是影视大胆鼓励创意的实现，并且还专门设置了 ThinkBoat 挑战基金。如果你也有同样大胆的创意和想法，可以上影视的官网报名，或许下一个能把不可能变为现实的人就是你。一拍即合，除了共鸣，更需要想象力。那最后感谢影视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和我们一起以极致的影像和创意，共同完成了这次风筝之旅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